界，那一双看透了我灵魂的眼。每一个无关痛痒的细节，为什么你都看得见？在没有遇见你以前的我，没想过爱情为何。你是否也一样？你像风来了，带我离开人潮，拥抱蓝蓝天空。如果你是温柔的风，就让我跟你一起遨游，手牵手，重新将风景看透。无论是多云大雨或风和日丽，呼吸着同样空气。你是否一样保持那最初心，依然喜欢看戏？如果你是温柔的风，就让我成为你的风云，每一天想起幸福的声音。牛伯，你在这里干什么呢？啊，喂羊呢。哦，我还以为是小偷呢。哦，那不会不会，我们这里安全着呢，晚上睡觉那都不用关门。最美味的食物，但却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在这样的午后，我们吃着馄饨，感受来源于大自然的馈赠与中国人民劳动的智慧。啊，真好！干嘛？别装了行吗？哎，咱俩都拿错了，这碗荠菜是我的，这个才是你的。没情趣，早知道还不如跟我爸去逛集市。喂，外卖现在人手不够，就我一个。行吧行吧。干嘛？拍我干嘛？我就想多拍拍你，我把你生气的表情全部都做成表情包，等咱俩分手的时候呢，我就把它发到网上去。你敢？我个大明星你能随便拍我？我跟你说，我有肖像权的，还给我，给我！不许拍啦！不许拍了，给我，你给我，给不给我？哎，给我看一下。你坐来，我给你看，我给你看，给你看。那先给我看。看。哪个是啊？这黑不隆咚的是什么东西啊？不是前边这个，后边这个。一般说不是的，一定就是，一定是这个拍漏的。什么鬼啊？翻不出来。这没电了吧？买了多久了？这个看上去太老了，该换个新的了。这个我刚买没多久，土吗？你看它黑吗？黑啊，但是没你黑。你看你最近晒得跟土著人一样，说你是古神兽都有人相信。哎，你这样说就没良心了。我今天可是化了妆的好吗？我打了好几层粉底。真的假的？你化过妆了？讨厌死了！我跟你说啊，我平时虽然是靠才华，
但是我可是美少女的气息啊，不信你闻闻。闻到了吗？怎么啦？怎么有一股煤气的味道？老板，你煤气没有关？不，快去关了呀，煤气！关了。没事吧？怎么会开着煤气啊？太危险了吧！谢谢啊。慢走，今儿真是撞邪了，送个外卖，煤气差点就泄漏，真是差点把我店给炸了。你找什么呢？没事儿。我跟你说啊，刚才是吓死了，咱们躲过了一场大爆炸，多危险啊，是不是？嗯。爸。啊？不舒服啊？现在怎么样了？我们俩没事，我们俩挺好的。好，先挂了啊。叔叔阿姨生病了？没有，是牛伯牛婶儿，说是食物中毒，现在没事儿了。但我爸的意思是说，再带他们去医院看看吧。那有什么忙我能帮上的？有一个忙，还真需要你帮哦。你镰刀去哪儿了？你是不是不想干活，把镰刀给藏起来了？哎，不是，我们那没有这好吗？那去哪儿了？刚刚还在的。那你也给割了。你是不是不想干活？我想干活。那为什么镰刀找不着了？那你陪我玩会儿，我告诉你。那你说吧，玩什么呀？抱抱我。我这不抱着你呢吗？不够，你那只手都没抱。你呀，平时少吃一点，我就能抱得动你，知道吧？看着你。你小心点，别摔着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今天简直太累了，我得消耗多少卡路里啊！可是我发现了人生的顺序非常重要。怎么说呀？咱要先割这些芦苇的话，再去吃饭，那也不会遇上煤气泄漏了呀。说的也是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儿啦。你累不累啊？哎，谁啊？这男的谁啊？快看看，看看有没有丢什么东西啊？牛伯，你在这里干什么呢？啊，喂羊呢。啊，我还以为是小偷呢。怎么了？怎么有一股煤气的味道？老板，你煤气没有关？不，快去关了呀，煤气！今天简直太奇怪了吧？怎么样，有没有丢东西啊？没有。你赶紧给叔叔阿姨打个电话吧。怎么了？没为什么，就是关心一下牛叔还有牛婶他们。哦，那是谁啊？奇怪了。你打通了吗？没有，可能没人接吧。哎呀，我感觉我今天真的是铁人三项，我能直立行走已经是奇迹了。我们快点走行不行？哇，艾弗格里，你看见没？彩虹啊！看见了吗，莫格丽？拍个照片。哦，莫格丽，哎，莫格丽！
齐了。对了，也许我们这次人来的太多了，你辛苦了，对不起啊。你们都在呢。怎么样，玩的还可以吧？玩的挺好的。灵犀呢？哦，灵犀啊，它是一头猪，走的比较慢，在后面呢。那你们先聊着。啊。来，谢谢，好好。你说以前在城市的时候都没有发现，原来彩虹这么美啊！以前在城市的时候呢，被很多繁琐的事情遮住了眼睛，所以对于美呢就没有那么敏感。我觉得其实我们的生活根本都不需要那么复杂。我买了好多当季的鞋子跟衣服，后来发现根本都穿不完。其实我买它们呢，根本不是需求，而是为了填补内心的欲望。你看啊，我们现在这里山清水秀的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吃着我们自己做的宾馆，也挺有意思的。是啊，所以我就特别的想回归这种极简的生活。哎，我问你啊，如果现在只能让你留一样东西，你会选择什么？你呀，我这辈子都不想失去你。开心。无论如何开心过，我们仍要乘上开往现实的巴士，回到原点，面对生活的困境。笑能改变什么吗？难题或许还是难题，但笑过的我们，已经拥有了面对未来的勇气。这是我上一次跟你说的水样检测报告，已经出来了，你看一下吧。结果怎么样？各项指标都符合标准，但是我还是建议你。我接受你的建议，我已经从森木项目里撤出来了。为什么呀？我详细比对了他们前期投入的资金流向，低于一般环保工程所需的数额，盈利数据也太可观了。以我的经验，基本上可以判定数据作假，我不会冒那么大的风险。不过，我撤出来了，立马就有人接盘。你猜是谁？熟人。郑伟决。进来。李总，你要的资料。莫主管，你要的电池。谢谢你啊。我准备把你生气的表情全部都做表情包，等咱俩分手的时候，我就把它发到网上去。你敢？我个大明星，你能随便拍我？我跟你说，我有肖像权的，还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不许拍了！东海，
我知道，人虽然是你杀的，但你放心，我会替你顶罪的。东海，要不是你一直给我寄钱，我妈妈的病就没治了。我很后悔，我怎么把你带到这条路上来了？要不是为了那点钱，我条件。东海，你说，你提出任何条件，我都答应你。照顾好我的老婆孩子，还有为我妈妈养老送终。东海。我怎么在这里啊？电梯意外，昏迷了好一会儿了。我的 DV 在哪里啊 ？DV 没看到，脑部 CT 啊倒是有一个，10分钟之后就去做。那谁把我送过来的？一个女孩。咦，刚还在这儿呢。哎，你别乱动啊！哎。哇！李欣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我没事，刚才没注意，护士车，哎呀，差一点就割到动脉了，太危险了，以后啊可要小心啊，可不是每一次都那么好运的。你怎么摔倒的？就刚才这护士姐姐人推那车，我没看见，不小心撞上了。没事没事，啊，没关系，那我先走了啊。没事吧？哎，快看看包，都被人打开了，看有没有少什么东西啊？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都在呢。那就行。快去包扎一下吧。哇，真的好疼啊！吹吹，吹吹。郑伟决，嗨，东海啊，一个电话我就赶过来，什么事儿啊？是不是又没钱了？你以为
用钱就能补偿我20年的损失吗？怎么又把陈年老账翻出来了？啊？当初我是有想让你坐牢的意思，可是是你提出来的，是你心甘情愿的，我没逼你呀。可是你骗了我。咱俩是好兄弟，我骗你什么了？郑伟杰，昨天来抢 DV 的人是不是你派的？你一直都在骗我。活在谎言里不好吗？不知道真相就没有痛苦了。没有痛苦的是你吧？怪不得20多年活得心安理得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你所得到的这一切，都是建立在我们一家人的痛苦之上。东海，20年前这人是我杀的，你替我去坐了牢，我能过得心安理得吗？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那就让它过去吧。威胁来威胁去有什么意思呢？20年了，我学会了往前看。这样吧，我再给你一笔钱，按照原计划，你养老就算了，行吗？郑伟娟，你真要是个那么好的人，那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你说。把公司给丁宇。我应该叫你的真名字，丁建雄吧？对，大家习惯都叫我东海。DV 里的视频我已经看到了，当年的案件我也查了。你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我想当面问你一些情况。你还记得那个地方吧？对，往东走15分钟。哪里？什么意思？如果你想知道真相的话，就赶紧过来找我。你什么意思？真是没想到，这么多年来没有扔掉的东西，变成了这个世界上唯一能指证你的证据。东西在哪儿？你放心吧，打死我都不会告诉你。哦，谢谢。怎么了？眼袋都掉地上了？昨天晚上没睡好啊？有睡好。给你，这些钱你拿去，是我的存款。哇！你去挖油田了，突然变成大富豪了？我之前是定存，时间还没到，所以领不出来，没办法给你。老娘可以自给自足的，不需要保养。哎呀，
你就当做我借你，行吧？你不要急着还我，也不要因此有愧疚感。我会算你利息的。还要算利息啊？你以为你是高利贷杀手啊？我会把它拆分成100颗星星，你对我好一次，我就还你1颗。当你集满100颗的时候，就可以召唤神龙，就可以还清债务。所以呢，余生请多还债。老古董的浪漫真的是猝不及防啊！好，那我就先还你一点点。抱歉。喂，周总，我现在在忙，我待会再打给你。好，拜拜。周总，不会是那个周俊驰吧？哎，那个人渣找我打4婚的离婚官司，我狠狠地把他怼回去了。跟那种渣子，我恨不得跟他隔出一条马里亚纳海沟来。你别告诉我你接了他的案子啊！你真的接了他的案子啊？哎呦，我需要工作，他需要法律服务，我们各取所需，合法买卖嘛，不好吗？好个屁！你的原则呢？你内心的秩序呢？你不被束缚的自由呢？那你爸妈的钱怎么办？你真的要卖房，让他们以后老了居无定所吗？喂，张总，那个邮件我待会就寄给你了。好，拜拜。张总，不会是那个张冠廷吧？对，又被你猜中了。那种烂人的案子你都接？哎，陆子越，我是缺钱，但是我不……喂，林夕，没看到，拜拜。你能不能不要再接电话了？现在是我，你的女朋友在跟你吵架，能不能认真严肃一点？不许接，谁都不许接。好像是你的。是吗？我可以接。喂，我不知道。刚说哪来了？但是……哦，对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是我不想你以牺牲自己为前提，什么案子都接。万一你碰到的当事人是你以前最唾弃的那种，怎么办呢？律师的职责就是站在当事人的立场，把官司打赢，这也是对得起我的薪资嘛。可是你要放弃原则，放弃底线，这样你跟外面那些甲乙丙丁的路人有什么差别？我爱你，我不就是爱你的轴吗？我不就是爱你的善良迂腐，不就是爱你的正直古板吗？吵什么呢？什么情况？吵架肯定是闹别扭。我不打官司的话，你每天3餐吃泡面，然后还拿饼干配老干妈，成天熬夜，爆肝、爆痘、爆头油的。这是我的事情，我不用你管。谁去劝一下？你去。你年纪最大，我真不合适，你去合适。对，关系好，去。我的女人不心疼自己，我替她心疼。等一下，你这个话听起来有点绕啊，我想想。你这么关心我的？我很关心你，而且我没办法忍受你受到委屈。我也不想让你受一点委屈。师傅，
麻烦快一点，我有急事。喂。李张局，你说什么2把枪，案发一栋。往东？往东什么地方啊？喂，你现在在哪儿？你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！爸，你说话呀，爸！你还记得那个地方吧？往东走15分钟。不是，那现在是完全找不到是吗？哎，会议室、什么茶水间这些你都帮我找一找，还有厕所，厕所你去了吗？我连女厕都喊了一圈了啊！我快被当成流氓了。我肯定、确定以及断定，他没有在公司。怎么这么奇怪呢？电话关机又不接，根本联系不上他。哎，他出事的时候可是工作时间，万一他有3长2短，你们得负责，知道吗？他要是有3长2短的话，我对你负责。哎，谢谢啊，免了吧，我不用你对我负责。我就是现在心里慌得慌，我总是隐隐约约觉得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。我只相信数据和统计，不要用你的第六感吓唬我好吗？啊，你说现在怎么办呀？你要是真的很着急的话，我陪你找好吗？我看见莫格里了，我先不说了啊，莫格里。我。过了24小时就会立案，需要协助的时候会联系你，请保持你的手机畅通。嘿，你去哪儿了？你电话怎么不接啊？是没电了还是没钱了？你是不是傻了你？问你话呢。我没事儿。什么叫你没事儿啊？大哥，我等了你下午，你看，都割到大动脉了，我差点就死了。玩什么消失啊？玩完消失就给我3个字，我没事儿。你就不会用点什么特殊的表达方式啊？我真的没事儿，你不用担心我。我年纪轻轻的还不想守寡，答应我，下次再也不要玩失踪了，好吗？好。
你跟失踪人口是什么关系？父子。那请你描述一下失踪人口的相貌特征、体态以及着装。身高1.80米左右，体型微胖，然后肤色偏黄。等等，我来确认一下，丁是一横一竖钩，建是建国的建，雄是英雄的雄。是英雄的雄。手腕有旧伤，嘴角有痣。什么？已经找到了？你所报案的人口失踪案件，之前有人来报过案，现在已经正式立案了，并已经开展工作。那是谁报的？这个涉及到案情需要，现在暂时需要保密。喂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是你报的案？你告诉我，他到底在哪儿？在案件没有查到水落石出之前，我也无可奉告。你也是嫌疑犯之一。他是我亲生父亲，我已经好几天联系不上他了。以前我妈说他死了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能接受。但现在他又回来了，我不想再一次失去他。我就在这里一直等着他，等到天黑他也没有出现，所以我就去报了警。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。没有别的了吗？没有了。你不用再看了，这里的浪高水急，如果真的有什么蛛丝马迹，早就被掩盖了。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我刚开始见到他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就是个累赘，还不如死了。我讨厌他，看不起他，我甚至恨他。你说这些话说给谁听的？无所谓啊，跟空气说，跟海浪说，跟风说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反正现在已经没有人愿意听我说话。这20多年来，我一直在寻求亲情的认同，为了取悦一个所谓的父亲而活着。但是当真正的父亲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：“帮我找证据。”我知道凶手一定是郑伟军。你们不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吗？你只有靠着他，才能把林伯伯推倒，这样才能实现你复仇的计划。郑伟觉这个人老奸巨猾，他肚子里打的都是连环计。我和我爸不过是他利用的棋子罢了。所以郑伟觉才是笑到最后的黄泉。是，他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。别说是我和我爸，就算是灵犀，甚至是郑理阻碍了他的路，他一样会留情不问。不过他也笑不了多久了。我一定会找到那个关键性的证据，将他绳之于法。所以你也知道 DV 的事情。如果我爸出事的话，那个 DV 应该也不在了。但是我爸最后给我打过电话说，事发地地下2把枪，我想应该就是当时的凶器。但是我去过当时的事发地，找过很多次，仍然一无所获。你还记得那个地方吧？往东走15分钟。怎么了？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再反悔。你现在受的罪，也是你应该受的。
但是我爸最后给我打过电话说，事发地地下2把枪。往东走15分钟。东，包含了东、东北、东南3个方向。先往正东。危急情况下，人会肾上腺素飙升。30岁左右的普通男性，奔跑速度会比平常快，达到每秒6米以上。5分钟。10分钟。排除慌乱引起的记忆误差，把时间范围扩大到10到20分钟。这次是东南方，这么大的地方，要寻找2把深埋在地里的枪，难度等于大海捞针，水中捞月。看来，只有郑伟决能找到真相了。去哪儿了？去了一趟外面。跟谁？在哪儿？哎，明明之前答应我了，不玩失踪，怎么又失踪了？看到你的眼神，很涣散嘛，不敢直视我，整张脸呢紧张不自然，身体像瘫痪了一样。说，是不是背着我干嘛了？老实招来。他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，比如是我和我爸。就算是灵犀，甚至是郑理阻碍了他的路，他一样会柳青波。快去关了呀，梅姐！傻啦，想一个问题想这么久，难不成？真的心里有鬼啊！以后我的事情你不要再管了。为什么呀？我是你女朋友啊，我该管你啊。从现在起，已经不是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分手的意思。你这个死孩子，你学坏了是不是啊？用分手来回避话题了是不是？分吧，分就分，无所谓。好，以后你就是你，我就是我。我们变成陌生人的关系，你走你的路，我过我的生活。什么意思啊？刚才说的是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为什么呀？我刚才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我要说真话，我向你道歉行吗？我不是有意的。你不用再跟我道歉了。咱俩的映客效应关系结束了，你总得跟我说个理由吧？什么理由？你什么事儿都指挥我，连开瓶水都要叫我。我已经分不清我到底是你男朋友还是你24小时的佣人。我一开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觉得还挺好，现在我烦了。还有，你咄咄逼人的样子跟你爹没什么两样，都是暴君。我跟你相处比和森林里的狼相处还要累。还有，咱俩在一起有什么事儿吵架的时候都是我认错，你从来都没有低过头。我低过头吧，我之前上一次咱们俩吵架的时候，是你误会了我了，但是我不是先给你道歉了吗？还有拍宣传照的时候，你看看你现在还在斤斤计较呢。我不说了，行吗？如果你觉得我这个有问题的话，我可以改的。我知道2个人在一起总得有一方去退让，我愿意当那一方的人，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没有必要说分手嘛。你看那个陆子岳对唐城。郑理对白依林，包括我们，我觉得都是很相爱，相爱怎么会分手？这就说明我不够爱你。一个人喜欢另外一个人的时候，看他的眼神都是带美化滤镜的。我看到你全部都是缺点，这就说明我不够爱你。莫格丽。
18点40分，站在马路对面，灰色的玳瑁大衣长到膝盖下面。你走到了我面前，低着头眯着眼，太阳躲在后面，笑着不言。微凉的饭后，微妙的夜，微醺的街后，微笑的眼，微微的牵起手，看我的脸，不知觉。18点40分。